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一种经验，就是那种你很投入一件事，投入到完全专注到你都忘了时间，忘了吃饭休息，但却一点都不觉得累，一直到那件事告一段落时，你才回过神来，并且惊觉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，超乎你的预期。那种状态叫做心流 flow， 也叫做神驰或化境 zone 也被翻译成领域，例如黑子的篮球里就有提到。那种状态很奇妙，也让人回味无穷，但是每当我们想刻意进入那样的状态时，却发现往往都会失败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不能手动进入那样的状态吗？还是只能碰运气吗？我想关键或许在于我们对心流不够了解，若是理解足够，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容易进入那样的状态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心流，看看要如何进入领域中。欢迎来到 Twilight Say， 维明说，这是个学习的频道，我将分享我所学习的觉得有用的东西给大家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生活更加多彩多姿。心流是什么？其实在被心理学家正式提出来之前，在古代的中国或其他东方宗教盛行的国家都有类似的记载，例如中国的道家和佛家已经在运用心流技法培养精神力。心流 flow 这个词被正式提出来，是由匈牙利的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提出。他对心流的定义为一种将个人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。心流产生同时会有高度的兴奋感及充实感等正向情绪。再录制维基百科词条心流理论。从心流的定义上，我们可以看出心流有3项特质：一、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；二、心流产生时会有高度的兴奋感；三、心流会带给人充实感等正向情绪。从这3项特质，我们来拆分心流，看能否使用人为手动的方式引发它。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，要进入心流状态，第一步需要有某个活动能够让人完全投注在当中。按照找到心流就能学而不倦一文整理，触发心流经验有几个条件：一、要设一个清楚可循的目标；二、投入的行动需要有立即的回馈；三、从事的活动其难度和需要的技能之间需要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。若是按照上面的条件来看，有一种活动特别容易让人进入心流状态，就是电玩。大部分的电玩游戏都有清楚可循的目标，像是各样的任务或关卡。你在游戏中进行的动作都有立即的回报，例如打怪就有经验值、钱、宝物等。另外，能让你沉浸其中的游戏，它的难度一开始通常都不是地狱级的，而是与你的技能相匹配。若是太难，你会很挫败；若是太简单，你会很无聊。难度适中才会让你一玩再玩。从游戏的特质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它实在是让人进入心流的好玩意儿。但是，我们能否让工作或其他活动也像游戏那样，让我们容易进入心流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网上介绍谷歌或微软的办公环境，特别是谷歌，它是间需要大量创意来支撑的企业，因此它的工作环境不能像工厂那样单调、制式、标准化。相反的，谷歌需要提供如游戏般的工作环境，才能激发工作人员产出大量的创意，并且乐在其中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协助谷歌的工作人员能顺利进入心流状态。这时候有人就会问了，又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到像谷歌那样的公司工作，难道我们就没机会在工作上体验心流了吗？不是的，我们其实可以在从事的工作上自己创造心流产生的条件。以我自己为例，以前在做企划提案的工作时，我会将我的工作进行切片，将一份企划提案分成许多小阶段。我以切割后的小阶段为目标，一阶段一阶段的完成它，每完成一部分，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的成果。而且切割后的工作，我还能轻易判断哪部分是难的，哪部分是容易的，我就可以以我的工作状态及能力来决定先进行哪部分。透过以上的方式，每当我进行企划提案时，我其实是最享受在当中的，除非中间被不断打扰。因此，我也会在进行最需要专注的部分时，先知会其他可能干扰我的同事，请他们先不要打扰我。而完成每份提案后，我有时会再加码，奖励自己用我爱喝的可乐犒赏一下。当然，若是一份提案的时间急迫性及难度超过我的能耐太多，我就难以心流状态去完成它，这时就会很需要沟通技巧进行事前协调，看能否为自己争取创造心流的条件。若真是没办法，那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心流产生时会有高度的兴奋感。知道了触发心流状态的基本条件后，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心流状态时的特征。当心流发生时，或是你进入了领域后，会出现以下的特征：一、你会高度的专注；二、你会感到你的行动和意识合而为一，一切行动犹如行云流水，如臂使指；三、自我意识会消失，你不再专注自我，而是眼前的活动；四、你不会去想失败的事，只会享受在活动的进行过程中；五、最特别的一点，时间感扭曲了，你在心流中感受到的时间感与真实世界是不同的。六、最后一点，
也是让人特别想进入心流的一点，就是心流状态下，你会被过程中的经验鼓励到，享受心流经验带给你的正向情绪。心流会带给人充实感等正向情绪。这部分延伸至心流特征的最后一点，心流带给人的自我奖赏。心流带给人的满足感不是外在的奖励可以替代的，它是一种内在动机的满足。主因是在心流状态下，你面对的活动是具有一定挑战性的，且这个挑战带给你的困难是你的能力可以克服的，是与你的能力匹配的。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，你获得了成长的内在意义，并且能触发你进入心流的活动，一定是能获得立即回馈，你能及时看到自己行动的成果。人的心理活动在经历了心流经验后，会感到大的满足，不只是简单的完成任务而已，而是中间的这些过程带给你的成就感与成长的感受。心流看似是一种抽象的概念，也看似不可捉摸，但实际上是有迹可循，且是被心理学家整理出具体的特征形式。我们可以试着调整自己工作的方式，就能创造出触发心流的条件。与其被动等待环境带给你改变，何不自己主动发起改变的契机呢？圣经上一段话说得好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心流是能带给人大满足感的状态，能提高效率，且能带给人正向的情绪感受，但它不是靠碰运气得来，而是需要我们刻意创造触发它的环境，而这个刻意就需要我们用心努力创造了。希望大家都能有机会体验并享受心流经验带来的愉悦感受。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打开小铃铛。